凤姐，今天的开场交给你了。就我来讲是吗？很简单，因为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横跨3个世代的主持人，也就是说，他出道的时候，在场很多人都还在上辈子，还没有出世。重量级。你猜他今天会穿高的鞋还是？他穿高不高对我都没有影响，因为他都必须要抬头仰望我。全听你说。Hello， 这么漂亮。没有啊，建明大哥你坐这里，你坐这里啊，对，我坐这里。啊，干嘛这么好笑？没有，我就是要看你穿你的那个很花俏的鞋，然后垫高鞋。为什么你今天会穿？最近我添多了一种鞋，就健康鞋。这个鞋底是有晶片的。他以前的垫高是你看到，他现在是内增高。哎，说的没错，内增高。然后他说你今天穿的很朴素，你没有问题吗？这么花俏破破的，然后里面是红红的。没有，一路来我也不朴素。那也是。我是受国芳的影响啊，都买一些名牌的衣服。你手上戴的是？哦，没有，我是说那个老人的活动筋骨的，是吗？哦，这个是通血脉的那个磁铁，钛合磁的。钛合磁，我都跟你讲，多少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一些健身养生的东西。我们有准备一些你喜欢的茶点，谢谢 Jovanka。哎呦，这个可以吗？可以，真美耶！根本就招待上宾的啊。这边大哥，我们先吃一点吧。先吃啊，因为太冷了，尤其这个 tempura 冷了就真的不脆了。这个椅子跟桌子有隔多远？哦，对你来讲是的，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要这样吃？就很像我带孩子出去吃饭。我最喜欢这个 tempura right， 蘸这个，还热的。哎呀，建明大哥都这样做，我都不好意思。哎，你知道什么吗？因为建明大哥每一次我们有任何聚会啊，你都带很多东西来给我们吃，这是我唯一一次机会有请你吃东西。这是我一个习惯。其实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分享。对你很爱分享。遇见蝗虫的早餐都是我 supply 的。是吗？到现在还是吗？7年了。你看这个脸，就是这样可爱。一个礼拜5天，52个礼拜，5乘以52是多少？一天，我们说3个人的了。1个人5块，15块，加你也算4个人呢。我自己有时候吃，有时候没吃。多少2万1。2万多了，养那3只废物。所以每天早上，你会不会给自己也在造成压力？哦，没有压力，我没有压力。其实我不是跟你讲，我的心态啊，就是喜欢分享，然后想要人家开心。买多几个人的早餐怎么样呢？对不对？难道我就生活上就有负担了吗？不会了。所以金明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坐上去？是腰有一点酸，我们可以请上去。哎呦，你看，哇，人仰马翻的。那个椅子要不要调轻一点？爬个起来。说实在的，我们会之所以坐在那边，是因为吃东西。金明大哥要求自然。第二是因为金明大哥从来不跟人家比高度，他跟人家比宽度。我想问一下哦，你一直穿垫高鞋，你介意让人家知道你真实身高多高吗？我不介意啊。多高？我先告诉你，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很介意我矮。我那个年代是阿狗狗年代，我穿5寸的高跟鞋，你懂？5寸就差不多是这个高度啊。但是那个时候刚好是流行喇叭裤，喇叭裤就把鞋给盖住了。那时候没人知道你大概多。没人知道，最怕就是风吹的时候，就给他看到我2只船在那边。还有去人家家里也是很尴尬，一脱，噔就掉下来。年轻嘛，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在乎，很在乎，因为那个时候人家都叫我矮仔，我觉得干嘛叫我这样啊？可是现在我知道，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其实他心里是喜欢你的，只是自己不了解。可能那时候自己也不够强大，没有信心，要靠外在的一些称呼给自己撑起来。那个时候我经常扭到脚，太高了一下，哇，痛2个礼拜，后来痛定思痛，穿矮鞋。所谓的矮鞋也是要有2寸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真实身高到底是多少？你还是要知道157cm。157啊，157，因为我的标准体重应该是56公斤，我现在是58，本来我63的，是最胖的时候是69。我有看过那个呀，好胖啊！因为那时候每天喝啤酒啊，吃夜宵啊。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你人生以来保持最好的状态。是，我是越老我的状态越佳。我觉得建斌大哥就是到了这个最完美的阶段，因为你可以说是我们第一代的主持人，你横跨了3个世代。我是73年录广播剧，在电台；75年在电视台主持这个《欢乐园地》小朋友的节目，儿童节目这样开始。你看，1973年他就先踏入电视台，你们还在上辈子。他1975年主持第1档综艺节目，也就是儿童节目的时候，我第3代主持人正在唱1岁生日快乐歌。他横跨了3代，如果你真要算下去，像还有4代、5代都已经在，而且还在线上非常活跃，还很红的，就是建斌大哥了。所以我们了解他，知道他很红，但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让建斌大哥娓娓道来说他的人生故事，他碰过什么事情，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他学到什么事情。其实他人生就像一部非常精彩的一个自传嘛，我应该这么讲。很多的人生的一些哲学跟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自传一下。67岁的主持人自传，那我就公传一下。好，建斌大哥是出自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传统的家庭，很穷。其实姐姐我也认识啊，对，我也认识。那个时候我爸爸的月薪我记得才100多块，50年代这个100多块要养一家5口，3个孩子嘛。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你是我最小，我最小。然后家里是在中马路做中马路不是，我们当初是没有做生意，后来我们渐渐大一点了，父亲那一点微薄的薪水实在是有问题。那我妈妈呢就认识一个老婆婆，在中马路巴沙，在一棵树下卖玩具。那个老婆婆也要退休了，就把一半呢租给我们。那我父亲工作的店是代理中国货，我们第一批货就是女装6角形的内裤，我记得卖3毛半一条。那时候我念小学，我记得，因为我有时候我妈妈要去厕所啊，去哪里啊，去办货啊，我就必须帮她看那个摊子。来买的都是安迪嘛，对啊，女装内裤，安迪说迪啊，我穿几号？我要学会看臀部。你穿 XL， 哇，全部人听到，要死了，哪有这么大？那怎么办？后来我就学会了，如果他 XL 呢，安迪啊 XL， 还要连带下还要小声一点。可是问题是你那时候在小学，你是一个小男孩，你要用眼观的方式去测量。我何等聪明，我班上是3名内的嘞，看久了你就变成一个内行的。我想问你啊，现在，Jenny 跟我是什么 size？ 会。当然差一个 size。他穿小号的，你穿大的。他就是嘴甜的，你看，你是不是在那边就是嘴很甜，会逗人家开心？对，要不然我们长得又不符合人类标准。我相信你小时候是很可爱的，又聪明又可爱又伶牙俐齿。其实我跟你讲，不会，我小时候是胆小鬼。为什么呢？我小时候住那个5楼啊，没有电梯的，是2战前盖的房子，而且3楼1条狗，4楼1条狗，我每天在惊吓中长大，你懂吗？下楼那个狗伏在那边，你就跑，所以下也怕，上也怕，啊！你说我的童年呢，有什么回忆的？就是那2条狗，吓得胆子小。现在还是吗？现在豁出去了。我觉得人生短短，喜欢什么就做呗，只要不犯法。OK， 好，人生哲学又来了。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在学校读书也很棒。是。但是你没有继续在读书，是因为？不是因为家穷嘛。我中4毕业，高中念半年我就放掉，我就去师资训练学院念2年全职的老师的训练嘛。出来是一定有工作的。对啊，所以我是这样打算。我高中念不下去了，因为我要赶快出来社会工作。结果为什么没有当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当老师就公务员嘛，那公务员是要考马来文的，
那我马来文一窍不通，所以我试用期是2年嘛，一到了我考马来文交白卷，然后呢就没有了。然后我看大势已去，我就回去文工团签约。哦，因为我国民服役的时候在文工团嘛 OK， 那我就回去签约，在文工团做了2年，那个歌剧院老板来找我，因为我文工团1个月领600多块的月薪嘛，就很高了。歌剧院给我1000块，70年代的时候，我当然向前看，然后我就辞职，就到歌剧院，就从此踏入醉生梦死的娱乐圈。你是先电视台还是歌剧院？文工团先电视台，75年主持儿童。75年，可是你在之前你就先广播剧。广播对。几岁的时候？我53年嘛，然后73年在20岁广播剧。1973年的时候踏入了新广。对。那时候还比较。那时候是第3广播网。对，第3广播网的广播剧。那个时候学标准华语，一本新华字典不离手，连睡觉都抱着它。那时候你本身的基本华文就已经是这么好了吗？没有，一般一般。因为我在师资训练学院有上过语音课，然后我就来到电台，再接受严格的训练。基本上那个时候的发音是要怎么样的？你还记得吗？基本上那是要卷舌，该卷的时候要卷。你们现在也是啊？你没有这样，你是一半了，半卷。那个要全卷。比如说这么说。我们是谈不下去了，好，那我就走吧，有一点腔调了呀，就是他的声音是有表情的，很有表情，不像我们现在好像走自然派的，那个时候还是有 drama 一点。然后最难的那时候的那个技巧是在什么？要一次过还是真的最难的是我们有个压力是，你一录错，他那个负责录音的那个。然后剪，然后再粘，再剪，所以很花时间的那个录音，而且导播要求一丝不苟，就一个字，那个音不全了，不能有80%，要100%，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把我的华语给培养出来。我的音色还不错，后来我不知道多久我就当主角了。主角就是录楚留香，我就是那个楚留香；陆小凤，我就是陆小凤。OK， 就那个时候就等于你初出茅庐哦，你一直知道你的声音是有磁性，再加上语言的雕塑一下，你就算上了轨道。是。然后录了多久做这个广播剧？我看有5、6年吧，最少。5、6年。那个基础打得真好。你喜欢享受那个过程？喜欢，录1集15块。有时候录了，比如说我7、8集，他一次给你有整100块，高兴的要命，可以去牛顿舍哥大吃一顿，可以算是那时候17、18、20岁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收入。对，我们是穷出身的嘛，从来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所以当你有钱的时候，你第一个想的是我要去吃好的。是，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有广播剧，广播剧之后就1975年就主持儿童剧，然后我就接触儿童剧嘛，我也写了《家在大巴窑》。26集，编剧我写，还有同心协力26集还有一个成人的戏剧5万元风波10集也是我写。写一本剧本可以赚多少钱？好像60块还是100块1集。那时候对你来讲，你等于算年少得志，你很赚钱了。这个业余收入演一演又有几十块20、30块。然后你在主持的时候，因为你会唱歌，所以你还参加电视台当年主办的斗歌竞艺。对，你是第几届？第1届吗？第1届斗歌竞艺，77、78年，那时候是一个导播鼓励我。其实我已经在电视台里面主持节目、演戏编剧。对，就是会有一个问题，外人会看，你们自己人会不会给弄？对，结果出来还好了，我拿到第5名就没有给弄。如果拿到冠军，那电视台也很难下台。那可能你会冠军呢？没有，我跟你讲，我选错歌，我也不可能冠军。我选到那首《泪的小花》，那个不是高难度的歌。这首歌呢，《泪的小花》，我们有一些当年的片段。它应该是一个轻快的节奏，我相信很多年长者都知道。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呢，它忽然节奏慢了3拍。P.E. 的陈建斌，你看多么像周杰伦。这么慢哦？你为什么没有表情啊？你应该错愕了。我不能说拔咧拔咧。现场。
飘落下。黄的花瓣，你看我的眼睛，已经在那边。我声音多么厚实哦！是秧啊，怎么样？不可以啊？是秧啊，好慢啊！不对呀。在雨夜里飘落下黄的花，白的花，应该是这样的节奏。不是你没彩排的吗？那个时候有彩排，彩排是这样的彩排节奏对。那为什么现场会慢了3、4拍？不知道。你事后都不去问为什么吗？就是我是好奇。我不是跟你讲，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我什么事都是往自己吞算了。对啊，我不喜欢有纠纷。我说这种怎样呢？又不可以重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挺不错的啊，因为你就后来被唱片公司得到了赏识。其实当时我在想，糟了，应该是没有机会出唱片，第5名啊，所以。但你有名气呀。我真的等了好久啊，东尼机构就跟我出了一张《玉面丹心》。这首歌是台湾电视剧的主题曲。这个老板啊，一边卖一边担心，一边担心，卖的不怎么样好像。但是也就是你人生第一张黑胶唱片嘛。第一张黑胶，我还出了第2张《风铃渡》，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然后第3片呢，老板就说：“哎呀，你出喜剧的，因为我有在电视台跟王沙叔叔演喜剧，大概他看到，哇，喜剧的大卖。”那个卡带卖1万多个，喜剧的歌还是没有搞笑的，有歌在里面。我跟钱志刚啊出那个阿兵哥，哇，卖得很好。那时候你有抽得到钱吗？抽筋就有了，抽没有了，你拿多少钱就拿走了就没事了。唱片赚多少钱呢？你可以，我看有1、2千块吧，一张唱片，一张吧啊，1、2千有了。亏损盈利都是唱片公司的。那后来真的就一直出那个喜剧的。然后在唱片公司应该是就会混得很好。听说后来你闹了一个小脾气，对，不愿意去做了一件事，我就很不高兴，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应该出正版的。你可以叫我出喜剧，但是你建中你要给我出一点唱歌的，因为老板就是不要，谁要做亏本生意。有一天跟他有姐妹关系的唱片公司老板邓妙华的老板。他就叫我跟邓妙华合音，你看到现在还记得嘞，合音。我想，我在前面的电视当家的主持，跟他合音也是。我说好，什么时候？结果不去。你看那个表情就顽固的嘞。王思碧老板，在这里跟你道歉，真的，那是我年少无知，现在想起来是我错。我觉得你可以拒绝，但是你别答应了不去。是啦，就是应该拒绝说，对不起，我不会做合音或者我没空就好了，不要整人。然后之后你就被邀请到了歌剧院，因为人家已经看到你歌唱的实力了，很开心，正式踏入娱乐圈。所谓的歌剧院就是现在的那些海燕歌剧院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末期了，第4期了。快要告别演唱会了，可是那时候的收入是很高的哦，1000块了，我跟你讲。但是演戏有加津贴，演小戏3块，大戏5块，你编一个剧有30块这种。所以你就一个人可以演多个角色。有，我经常小剧也有我，大剧也有。然后还会自己撰写编剧。对，后来我就升为编导、编剧。然后在歌剧院收入不错，没有说不错，特别好。就在那个时候学会赌马、喝酒。抽烟，你讲得出来的我都做，真的什么都做了。泡妞，一离开文工团，离开教育界，哇，整个人像脱了缰的野马这样，半夜3、4点才回家。我妈妈在楼上，我住5楼，我还记得，她在窗口那边3点了，你抬头一望，如果是你第2天会12点就回了吗？当然，我可能不敢出门，对不对？没有，我照旧。我那个时候我变了个样，下班了每晚必喝，每喝必醉，这样的生活。
家人都不能控管你吗？家人关心你吧？管不了。可是我记得姐姐跟你们家人感情都是很好的，为什么你那时候都不能听姐姐或者是哥哥或妈妈的一句劝？变，人是会变。你忘了体贴一点父母。我很能体会你刚刚说抬头望向妈妈的那一张脸，因为以前我也顽皮过。如果现在你再抬头再想起妈妈的那一张脸，你会很想在那个时候能够做些什么弥补，或者是？对，那时候我也犯罪了。你知道我妈妈跟我爸爸都给我留下永难磨灭的一个画面。我妈妈的就是这个3更半夜在楼上等我，那我爸爸呢，是我小时候有一次去他店里工作店找他，我看到一辆货车从那边转过来，你知道那个罗里已经很高了，再堆2、3层的货，你多高呢？有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货上面，那就是我爸爸。哎呦，这样转过来，如果快一点，是不是？所以那是我永远忘不了。原来我爸爸是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哎呀，这个是留下给你的那个2个画面。对，这2个画面我真的是永难磨灭。所以奉劝年轻人真的要孝顺父母，子欲养而亲不在啊。所以这个是不要做后悔的事啊。我们眼前把它做好，这是最重要。哎呀，我还记得那时候刚来新加坡的时候，看到阿姨常常带着妈妈来家里做客，然后都扶着她。虽然那时候有工人哦，然后再来就是建斌大哥那时候很荒唐嘛哈，因为钱来得快，生活环境造就你的那个荒唐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也有到印尼去做秀，马来西亚做秀。那个时候离开电视台了，所以我去印尼做秀，1天400美金。400美金，一去就2个月。1个月，那这样可以赚多少回来？2万多美金。2个月2万多美金，观众朋友，那时候是80、80年代，可以买房子了哎，买 land 了啦。没有买，那个时候我每去一个印尼回来可以买1间。你的钱去吃吃喝喝玩，没有遇到贵人提醒点醒，自己不会理财。你一定有非常可恶的不良嗜好。我所谓的可恶就是不可能是吃吃喝喝，吃喝花不到那么大笔。你怎么样请？你坐 helicopter 去 helicopter 回来，你有没有赌博？没有。哎，这个是我真的很好。我离开歌剧院我就不赌了。那你钱都存不下来，你又没有赌，你1天可以喝1000块啊？可能就是年轻了就喜欢泡妞吧。追女人是要花钱的。你不用送包啊。你以前就很会送包啦。啊，你不用送表啊。你以前最会打火机，一个打火机都是名牌的。丢爆。灯有声音的，300多块一个，手表是算千的，是吧？你这么花得下去？当年你必须要自装，自己登台啊，衣服也是花不少钱。然后那时候我知道，在东南亚很多影迷、歌迷对你是有醉生梦死、非你不嫁的那一种。哦，有一个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他忽然间出现在歌剧院的门口，他有我一本一本很精美的简报跟照片的收集，很漂亮哇，简直就是我的整个历史。但是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感情嘛，他是我的一个歌迷，结果他的哥哥来找我，家人也就来找我说，你到底对我妹妹怎么样？我说没有，真的没有。那个时候你在东南亚是真的很红，他登台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歌剧的地方，建斌大哥都有他的足迹，能唱能说能主持。尤其马来西亚，我知道你红到槟城啊，那首歌吗？建斌大哥在他28岁的时候，因为他很聪明，然后很有灵感，就自己创作了填词了一首歌曲。刘文正的《迟到》。他说：“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把它改成：“你到我房间，衣服穿得少，看得我心肝逼卜跳。”就因为改了这个歌词，在建斌大哥很红、很忙的时间表，在槟城唱的时候，忽然就接到了通知，说：“文化部要找你。”我说跟他讲我不在，然后确实不在，我在国外登台还在表演，登台，
后来我好了几个礼拜我回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受邀再上节目了。我们导演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就是其实你那时候的作品，在现在来讲是小儿科，只是你在不对的时间发表了那个作品。那个时候民风相当的保守，对，非常保守。我没有一句粗话哦，只是说唱的比较暧昧一点。你觉得张帝大哥有一首《毛毛歌》，毛毛歌，他也没有带任何脏字，没有也没有引导你去任何不雅的部位。然后在当时那个时候，这首歌也被禁，他也不能来我们这边登台。可是最近这首歌爆红。他们爆红在那个小猫，如果你养猫的话，它不是很多毛，家里都会是吗？所以梅就忽然在家里跟他的软件放了这首歌，我吓到了。我说这首歌是什么？他讲妈，全世界人都在玩这首歌，我们在讲动物。哇！所以如果再让建斌大哥再想一次当年那件事情，你会再填写一样的歌词吗？你当我白痴啊？一个人犯错没有关系。犯同样的错，你就是白痴，是吧？当年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据理力争？你有没有去争取？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争，因为我了解什么事情，争也没用，就是暂时让它平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那你那时候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懊恼，气自己？也没有气，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去电视台习惯，每个礼拜都去。对不对？突然间人情冷暖，你看到。然后还有，尤其是春节的节目，过年的除夕夜一定有我，对不对？现在变成除夕你在看别人在表演，你在家里没事干，那种心情啊。所以过了若干年之后，我就自己心里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我不能做一个边缘人。我懂在外面看的那种心态，很辛苦，因为曾经红过，然后忽然间什么都没有。很多人问你，你说没有在电视台，的确，我就成立了个 event 公司接秀，要生活嘛，所以我就做了很多 event， 然后整个娱乐生态也变成卡拉 OK 这样，那我尤其男歌星也不受欢迎。所以就很少出国了，就做 event 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得生活嘛，除了人家的慰问以外，有没有人落井下石，让你尝尽更可怕的人生黑暗的一面？落井下石是没有，不过我又碰到了一个，这个太天真的事情，我去加入一间传销公司。在1996年的时候，你那时候还在边缘，还在那18年内发疯哦。我就不唱歌，去做传销，也没问清楚。那个时候在一个金字塔法令下是不行的。那我就听人家说，我们这间公司可以。可以啊，我就做了，而且做得很大，做到一间公司的总裁，每个月收入有4万块以上。哇，4万，OK。结果就出事了，大家就觉得旧的去了，新的很 happy 是吧？没有，我没有快乐过年。60多岁了，2段关系都没了，为什么不能一起幸福到最后？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